现在说到车厘子，想想不少人就想到智利。当然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得是智利那又瘦又长的奇特版图。可以说，它一个国家几乎把南美洲靠太平洋一边的海岸线给包圆了一半。话说，智利的版图一开始就是这样吗？如果不是，它是怎么把自己搞得又瘦又长的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智利位于南美洲西南部，与秘鲁、玻利维亚和阿根廷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75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2000万人。除了车厘子，智利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也就是它那奇特的版图了。话说，呈长条状的国家不是没有，比如我们的邻国越南，还有来自北欧的挪威，都是个瘦高个儿，但和智利比起来，那多少是有点小巫见大巫。整个国家南北延伸，整的像只大大的毛笔一样。南北的长度高达4300公里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要是放在我国，那就是从黑龙江一直延伸到西沙群岛。但问题是，南北是挺长的，东西就极其的狭窄，最窄的地方也就只有96.8公里，比上海到苏州的距离还短一点。这么夸张的范围，也就造就了智利这么修长的版图，使它成了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，没有之一。有人就开玩笑说，智利这地形好啊，交通规划简单的不行啊，一条铁路从南到北就能贯穿整个国家，省时省力。这么狭长的身形，也使得在智利一个国家就能呈现出不同的气候，北边还是沙漠，到了最南边就变成了冰川，不像其他国家用一句话就能总结全国天气。不过最初的智利可不是这样的，智利的版图呢是很奇特，但一开始的智利也并没有像现在一样的狭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它究竟是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的？在刚摆脱西班牙殖民并获得独立的智利，面积只有现在的1/3。那个时候，智利北边的领土还属于秘鲁和玻利维亚，尤其是玻利维亚，本来是个临海国家来着。随着经济发展，智利的人口开始逐渐增多，这么狭小的面积显然已经有点不够用了。西边是海，要向东边扩展领土吧，也不现实。毕竟东边有安第斯山脉阻挡，这条山脉也成了智利和阿根廷天然的界限。这样的处境给智利带来很大的压力。既然东西走不通，那就只能朝南北发展了。因为受到殖民统治的影响，实际上智利和头上两个邻国的国界线划分的是不是很清晰。再加上三国接壤的那块地方发现了丰富的鸟粪和硝石资源，谁得到这笔资源，谁就能大赚一笔。不过因为分配不均，谁都想多分点，一个没弄好，直接就爆发了场战争。秘鲁和玻利维亚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干智利，谁能想到两个打一个都没打过？最后的结果呢？秘鲁丢了一小块地，玻利维亚更是直接被打成了内陆国。而智利不仅收获了丰富的资源，一举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硝石出口国，同时也把本国领土向北推进了700多公里。这场战争也被称为鸟粪战争。北边走到头了，智利立马就把目光转向了南方。随着不断向南推进，他差点还和阿根廷打起来。把自己抻成一根长条的智利，如今的日子过得怎么样？把北边的两个邻居胖揍了一顿，顺便还连吃带拿之后，完了智利朝着南边就横冲直撞。虽然有点小阻碍，但作为南美打架小能手，轻轻松松的就把南面马普切人的领土划入了自己的版图。就这，智利还不够满足，他甚至想跨过安第斯山脉，控制巴塔哥尼亚高原。只不过阿根廷也在急速的扩张，同样也盯上了这片高原。而且阿根廷可不是秘鲁和玻利维亚，军事实力和智利比起来也不差。等山面的两边都被他们瓜分殆尽的时候，这两个国家同时都盯上了南美最南端的火地岛。这小岛的面积不到5万平方公里，气候寒冷，土地贫瘠，但谁能想到这个小岛上居然发现了金矿？为了抢夺资源，这两个国家好几次都差点干起来。只不过当时的智利在打鸟粪战争，不想两头作战，于是就和阿根廷签了协议，平分了火地岛。至此，智利这下场的版图呢，基本上就确定了下来。南北长度达4300公里，横跨了多个气候带，而且还拥有1万多公里的海岸线。如今的智利经济繁荣，人均 GDP 高达1.5万美元，是拉丁美洲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。当地的旅游环境也相当丰富，它的北面有世界最干燥的阿塔卡马沙漠，著名的复活节岛，这个以上千座巨型雕像而闻名的奇特岛屿，距离智利约3600公里。时至今日，人们也不知道那些雕像的来历。除此之外，复活节岛还有无数的未解之谜，比如朗格朗哥木板之谜等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来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